伊藤奥马利跟亚东的比赛基本上是8、9不离10了，就差官宣了。今天主播来聊聊对这场比赛的看法。先说结果哈，我是真看好亚东能赢。先看两人的身体数据，蜜糖是身高180，臂展183。亚东是身高173，臂展170，这静态天赋差的确实很多。力量的话，我认为亚东是占有绝对优势的，在这个量级保底前3。我们再看看技术哈，蜜糖的技术几乎已经名牌了，彻底名牌了。双架选手，双架刺拳加后手重拳，然后腿法就4种：正蹬、低扫、高扫，还有一个踹膝盖，然后步伐就是纵步跟环绕步。他这所有武器库几乎已经名牌了。从风格上来说，他也算半个拳击手，拳法的隐秘性跟启动性比较好，组合性和连贯性差点意思，基本上就是1-2-1-2，然后可能接个顶膝啥的，还有一个撤步迎击技术挺不错的。至于摔跤跟防摔也就那样了。而且我感觉蜜糖让梅拉布打的有些道心破碎，不知所措。他跟梅拉布的2番战，虽然我感觉他的防摔上来了，但是他的战力又下去了，都让梅拉布偷着好几个迎击拳。所以对现在的蜜糖来说，假摔真打跟假打真摔都有效。而亚东呢，我看了他近5场比赛，从打桑德哈根到打塞胡多我都看了，我感觉亚东的进步是非常明显的。他打桑德哈根的时候全是拳法突进，一点腿法铺垫都没有。我在想是不是哈根太灵活了，他踢不到。但是到后来打李蒙西奇的时候，他也是纯拳法开路，就是不出腿法。然后到打古铁雷斯的时候，腿法也有了，也能摔了。而且再到打彼得岩的时候，可以主动摔了，也能连续摔了。那场比赛前期优势还是很明显的，主要就是后期体能断档了。而且我认为他断档的原因并不是他主动摔啊，主要是他前期那个踢肩滚肩的动作，那个动作要是一直整的话，老难受老上酸了。到后期亚东抬不起胳膊，我感觉这有很大因素。然后再到打塞胡多的时候又有明显的进步，就是灵活了。以前就是纯坦克推进往前压，现在都能蹦蹦跳跳了。这5场比赛无论输赢，每场都有进步。到打蜜糖的时候可能会给我们一个大惊喜呢。还其实打蜜糖的话，我感觉可以学一学托普利亚打大帝那场，扫他腿干他腿直接干，做好头部防守跟摇闪。就算是拳法没有托普利亚那么强那么好，能做到假打真摔就行，练好打摔之间的衔接，只要到地面那就咱说了算了。反正打这种偏科选手备战方案有很多啊，总有能找到自己适合的。主播感觉亚东能赢的原因主要还是偏科选手这个风险太大了，这个蜜糖的防摔手段也少得可怜，基本只有他这个报价放低这么一个手段。而且他这个细长身材说白了就是好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像很多战力偏科天才的陨落，像佩拉、盖恩等等，对于亚东来说，无论是近距离的换拳还是摔跤，速度必须要抓起来，只要速度能提起来，这场优势还是很大的。主播支持亚东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打法风格还有他的人品性格我都挺喜欢的，感觉做不到很客观啊，就这样吧，我直接支持亚东干死蜜糖。OK 兄弟们，这期到这儿吧，我们下期见哈。